男子被前女友们围堵落水，穿越到古代，成为了太子妃。一觉醒来，看这个装潢，好像穿越回到了现代。为了不回娘家露馅，丢掉自己的小命，被迫跟太子交代自己是穿越过来的。本是女儿生男儿心，但是太子偏偏不信呢，觉得他是胡言乱语。鹏鹏只好改口说自己落水导致了失忆。为了让这次回家不露馅，太子对鹏鹏教学了3天。临行的前夜，太子，你可知他是谁？鹏鹏，父亲，他是你表哥。要我说啊，那表哥长得实在是太着急了。归宁之日终于到了，夫妻2人来到了尚书府。鹏鹏心中十分忐忑，用眼神向齐胜求救，齐胜却提醒张鹏鹏不要挤眉弄眼。本来一团和气的场面，鹏鹏一扭头看到了江莲花，经过绿篱解释，知道了她还是自己的表妹，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。作为母亲的，哪有不疼爱自己女儿的？这不，鹏鹏他娘犯事，觉得自己女儿落水是因为江莲花，要替她管教一下这个江氏，让她罚跪在祠堂。这太子来了，岂不又觉得是我致使的？再说了，作为纯爷们的张鹏鹏，怜香惜玉，更不能袖手旁观。依鹏鹏这手还没碰到江氏，太子就赶巧的来英雄救美了。为了报太子这次帮自己遮掩，没有在众人面前露馅，张鹏鹏也尽力说服自己母亲，使江莲花免于刑罚。齐胜心生感激，范时约齐胜密谈之后，给了鹏鹏在后宫保命的筹码。那在凶险的后宫，就要有自己的依靠。张鹏鹏一想到要跟太子缠缠绵绵，翻云覆雨，自己的胃里就翻江倒海。身为柔弱的女子，宫中情况复杂，自己也没有回现代的办法。鹏鹏只能借酒消愁，酒能消愁，酗酒就会坏事，不一会儿就醉了。古代那酒有度数吗？鹏鹏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做完春秋大梦，以为终于跟绿篱共度良宵了，十分开心。跟太子回宫的路上，鹏鹏看到了太子亲昵的印记，以为是他跟江莲花留下的。为了不让太子真的跟自己搞上，就言传身教，把自己恋爱招数都使出来。没想到齐胜只觉得他莫名其妙，黑着脸把他赶了下去。娘娘，你跟太子那个了啊？这是硬要把自己掰弯了呀？还没等鹏鹏消化那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宫里就举行蹴鞠比赛。齐胜知道张鹏鹏球艺不精，只能给他家训，让张鹏鹏叫苦不迭。太子妃来了个开门红，却踢开了自家球门。终于赛事就快收尾了，不出点问题，怎么对得起导演安排的这场戏？江氏撕开了衣服，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这么明显的事情，你们看不到吗？果然，不管古今绿茶婊，都比较容易惹男人疼爱吗？对照一下太子妃，扪心自问一下，你这叫做暴露吗？鹏鹏觉得委屈不已，九王赶来带走了他，并告诉他不要在乎别人的目光。太子当众怀抱江莲花离开了。太子这一通操作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为啥男主总要冷冰冰欺负女主呢？被抢走了自己老婆的赵王孤单的站在场地，握起了拳头，暗暗下定了决心。张鹏鹏冷不丁被打了一巴掌，对，我张鹏始终逃不过绿茶婊的算计。深夜，齐胜来给张鹏鹏上药，表明那日事情已经查明，确实误会委屈了张鹏鹏。张鹏鹏不明白齐胜到底喜欢江莲花什么，齐胜表明了缘由，就是绿茶都招男人喜欢呗。不过谁让我们的鹏鹏是男的，我在那样的女人身上也跌倒过无数次了。作为同样是男人的鹏鹏就原谅了齐胜。作为男二九王，肯定不能忍受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。作为同伙的杨岩用非正常手段带走了鹏鹏，看到装潢的豪华的饭店，吃起来西餐，感叹自己做了一个离谱的梦。